在去年，美国和印度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张，各方经常会有摩擦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年。虽然目前美国总统已经成功完成了换届，但是美国接下来的对华政策大概率不会有太大改变。而中国与印度之间虽然一直在谈判，但是谈判结果似乎并不理想。在去年中印之间发生激烈冲突，导致发生人员伤亡之后，中印双方就在积极谈判，以阻止事态升级。但是经过半年的谈判之后，双方军队依然在边境地区对峙。而最近还有消息称，印度再次往中印边境进行了增兵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中印之间的第9轮军长级会谈结束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会谈与第8轮会谈相距2个多月，这似乎证明双方目前的谈判已经难有进展。这意味着等待开春，边境局势或许会再有改变。要知道，在去年，中国是少数几个经济恢复到正增长的国家，而印度等国家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国内经济都受到巨大打击。如果印度继续在边境拖下去，那么他们的经济承受不起。因此，中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做准备。此前，南华早报就报道称，中国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相继部署了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表示，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0千米，被称为航母杀手。而根据卫星图像拍摄到的位置推算，这些东风26导弹的部署将印度和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都包含在内。此消息出来之后，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第36中队司令部长杰里米·斯隆表示，美国空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基地中心面临着导弹的威胁。斯隆在近日美国空军协会的一次活动中表示，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将使我们的行动面临风险，并对安德森等美国基地构成新的挑战。在2018年12月，美国将 B-52轰炸机撤离了关岛，但是在1月28日，美国空军的4架 B-52蛹炸机回到了关岛的美国空军基地安徒生空军基地，发表声明表示，这些轰炸机由轰炸机特遣队进行部署，在关岛的安徒生空军基地进行边防作战。该声明强调，这些 B-52轰炸机将与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一起参加战略威慑任务，并且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支持该地区与中国打交道的盟国和伙伴。而这其中的盟国与伙伴究竟指谁，不言而喻。其实如果发生冲突，美国这些部署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基地确实首当其冲。不过即使重新部署了 B-52轰炸机，东风26该送快递的时候使命必达。二战后的冷战局面形成后，美国与苏联在各领域展开了激烈角逐。在这其中，因为太空领域的特殊性，它既服务于和平建设，也能用于军事目的，因而人造卫星与太空成为了两方争夺与交锋的重要领域。而这一领域争夺的命运也与苏联最终的结局如出一辙。1964年，苏联匆忙出台了载人登月计划，比时距离美国的登月计划已经晚了3年。太空竞赛的天平已经倾向了美国。而在1966年，克罗缪夫逝世后，苏联太空竞赛的脚步彻底放缓。最终在1969年，火箭4连发射都失败后，苏联的大航天时代最终也画上了句号。但是有关太空领域的竞赛并未因为苏联的失败而停止。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·沃克表示，苏联人始终没能跟上，更不用说超越美国的技术优势。但对中国而言，情况可能并非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或将在太空领域击败美国，做到苏联没能做到的事。到底太空领域对于国防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中国又做了哪些努力？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，似乎都在向世界证明太空优势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美军数以千计的卫星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，以高精度对塔利班部队和伊拉克的防御力量施以毁灭性打击。而后美国推出的星链计划，更是证明了太空领域在军事上的应用。外界纷纷表示，星链计划一旦用于军事，可为美军提供全球无死角的高速卫星互联网的波数覆盖，这必将大幅增强美军的作战通信能力和 GPS 精确导航能力。在认识到太空领域对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后，我国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奋起追赶。如今，尽管美国在卫星上仍然居于领先地位，但是中国正在努力。数据统计资料显示，连续3年来，中国向太空发射的火箭数比其他国家都要多。特别是在2020年，中国取得太空成就令世界瞩目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全球组网，嫦娥5号顺利发射并采集到大量月岩样本，这再一次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的航天实力。同时，这引发了美国深深的担忧。经过实际测试结果显示，北斗导航系统的水平和高程定位精度都优于5米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。在定位精度和能力方面，超过了美国的 GPS 导航系统。在北斗导航的引领下，从军舰、潜艇、战机等军用平台发射的制导炸弹将能够更准确地命中目标，战场指挥人员也能够依据战争现场的精确信息，发出更为合理的作战命令，提高战争的胜率。
基于这样的事实，美军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，中国将最终可能会在美国最拿手的领域击败美国。它现在是一支主导力量，密集的努力不仅包括反卫星武器，还包括许多其他军事和科学项目。在说中俄关系是否会恶化前，先要提出的一点是，在这些评论中，并没有任何人对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提出异议，就直接默认了。这一点还是令人十分兴奋的。毕竟按照如今中国的发展速度来说，真正超过美国确实只是时间问题。所以言归正传，新版《三国演义》上演，中美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？其实对于这个问题，大多数国际网友都表示，中俄关系不会恶化，甚至还有可能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首先，俄罗斯目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就是互惠互利，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各种商品获得资金，比如说两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天然气协议，另外还有武器出口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武器虽然是中国买的更多，但是俄罗斯也有一些基础设备需要从中国进口，这也导致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深入。其次，相比病态且偏执的美国，中国很显然有着良好的信誉。例如，如果俄罗斯继续在世界上出口的大量的武器装备，中国也不会阻止，会给俄罗斯军事实力起码的尊重。而如今的美国，一旦别人的实力超过美国，美国就会持续性质的进行打压制裁，使用各种手段遏制其发展。而且美国还有着极其强烈的控制欲望，他想要控制整个地球。如果换成中国，中国却不会再这样。这对世界上的任何国家，除了美国来说，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成为事实，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仅不会关系恶化，还很有可能让俄罗斯更加依赖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。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在挑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，这或者是美国搞的鬼。不过这也有一个疑惑，虽然都知道美国一直在试图离间中国和俄罗斯，甚至在更早之前美国也曾离间过中国和苏联，那么为什么苏联和中国最后关系破裂，而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呢？这个问题其实主要还是苏联的锅。其一，苏联在当时的时代算得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，唯一能和美国媲美的势力，所以很多时候苏联也不会考虑太多实力不强的国家的看法，而中国当时正好就处在这个位置上。其二，苏联当时的想法和如今的美国有一点点像，除了不希望有更多的强国出现分割势力，还对弱小国家有极强的掌控欲望。所以和苏联相比，如今的中俄之间关系更加疏散自在，双方合作才能叫强强联手。而且如今中国底气更足，俄罗斯的能力也和当初的苏联差距有点大，双方可以达成一个平衡。这种关系也因为中国自始至终从来不曾使用强权行为，会在中国达到更高层次时继续推进双方关系，所以这也是中俄之间只要俄罗斯不会想不开，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很稳定的关系。1月11日是歼20首飞10周年的纪念日，中航工业发出了歼20首飞10周年 MV 高调宣传纪念。歼20的出现彻底扭转了中美空中力量美国技术占优的战术劣势，中美双方的空战力量实现基本均衡。这还是歼20装着俄罗斯的引擎的初代型号展示的技术水平。一旦换上设计目标引擎涡战15，中美之间空战力量水平就向中国占优偏移，而且优势随着歼20改型逐渐加深。这将会是未来10年歼20的成长和进化之路。歼20首飞时使用的是歼10和苏27同款的 AL31系列发动机，得益于极为优异的气动设计、高超的航电系统以及超越 F22的雷达电子系统，让歼20即使用着前一代战机的引擎，也能实现新一代战机的技术指标，雷达隐身、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和高感知等等。首飞10年以后，歼20在同期战机中综合战斗力，尤其作为战斗机本职工作，可以说是第一战力。F22已经老了，毕竟是1997年首飞的机型，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歼20的后发优势，而且是针对性极强的设计，歼20气动设计优于 F22， 电子系统基本在同一水平。最重要的是 F22已经停产10年了，美国方面对它的改进也只能停留在边边角角，无法像歼20还有多个方向的升级或者改型，综合战斗力还有增长的潜力。至于 F35这种当攻击机多过战斗机的胖子战机，还有苏57连隐身都没搞得利索的准隐身战机，就别和歼20比拼空战能力。虽然歼20母舰水平达到世界一流，但是引擎依旧是一个短板，毕竟这还是用苏27同型的老式引擎，根本无法完美实现歼20全部实力。去年年底，新一批歼20换的是中国研发的涡扇10系列发动机，根据媒体猜测，这是涡扇10最新型号，动力比苏27的引擎推力更加高，使用寿命等等综合更优。歼20机动性能比原来有明显提高，至此歼20终于实现了100%国产化。除了发动机，歼20或许考虑加装矢量喷口。虽然歼20定位并不是亚音速内空战，而且在高超音速下进行空战，
矢量喷口能否在超音速情况有效提升机动性，还有没有相关资料？玩矢量喷口最溜的俄罗斯大多在低速情况下展示高机动，也没有公开超音速时矢量喷口有多大作用的信息。矢量喷口最大作用是起飞时可以加强向下的推力，缩短歼20起飞距离。现在的 F-35B 起飞时也是把引擎倾斜向下，缩短起飞距离。在歼20官方10周年 MV 中出现的双座歼20令人眼前一亮，这会是全世界首款双座版第5代战机。据军事专家高度评价，双座歼20在未来与无人机配合作战中，比单座无人机更加有优势。一人操作歼20本机，另一人指挥其他无人机，比单人同时承担2种任务效率高出一个层次。但是操控无人机需要通信系统，基于当代的无线通信就不可避免被敌方探测，也有违隐身战机突防时无线电沉没的常规操作。或许中国在激光通信领域有新发展，歼20使用激光通信指挥无人机，就避免了无线电通信容易暴露而且又容易被干扰的缺点。歼20前10年基本已经完成国产化，未来10年将会全面实现设计目标，进化为完全体的歼20，同时衍生出多种新用途机型，或许未来准6代战机也会有歼20的基因。